如果家家户户都用上厨余垃圾处理器，会不会造成下水道管网的堵塞呢？对整个社会到底是有益呢，还是有害呢？大家好，身为一个厨余垃圾处理器的老用户，今天我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使用过的2款厨余垃圾处理器的使用体验。如果大家想要购买厨余垃圾处理器呢，可以参考一下这期的视频。那么如果你认为使用厨余垃圾处理器对下水管网或者污水处理厂有所危害，或者有一些不好的方面、不好的点，那么请你一定要看到视频的最后，看看我的解释是否合理。您可以选择不用此类的产品，但是请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来指责别人。大概1个月之前呢，我给咱们家的厨房安装了一款复旦生花 F1的食物垃圾处理器啊，当时也是有拍视频，包括开箱啊，然后安装过程啊，还有安装好之后的一个初步的一个体验。当时的初步体验呢也是非常的好的啊。那么到今天为止呢，这个复旦生花 F1的处理器我安装上使用已经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那么在这1个多月的时间里呢，我也算是深度的体验完了这款产品。那么今天就给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我的老粉丝应该都知道啊，我们家之前装的是一款爱仕逸的 M56食物垃圾处理器。那款食物垃圾处理器呢，我用了1年半的时间啊，使用的比较久。然后换到现在这款复旦生花 F1呢，又使用了1个月的时间。可以说我是一个食物垃圾处理器的老用户了。我对食物垃圾处理器的一些需求和一些看法，我就结合我使用过的这2台机器来给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因为我本人只用过这2台食物垃圾处理器啊，也没有用过很多啊，因为这2台是确实实际使用过的啊，不是像那些专业的评测机构去做一些非常专业的数据上的这些评测。我只是来说一说我直观的一些使用感受，仅供大家来参考。那么先说一下这2台机器的价格啊，爱仕逸 M56这款机器的价格当时是1999，不到2000块钱。它的定位呢属于最低端的，非常入门的一款机型。复旦生花 F1这款处理器呢是他们品牌里面的旗舰机型啊，就是最好的了。价格呢是3000多元。大家可以看到这2款机器它并不是同等价位和同等定位的机型，一个是低端啊，一个是旗舰啊，一个是2000元，一个是3000元。那我这么来对比呢，那肯定是不是很公平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只能给出一些我使用上的体验和一些我的看法，或者说复旦生花 F1这款处理器比爱仕逸 M56贵了1000块钱，它到底多了哪些东西，或者说给你带来了哪些更好的体验。那我们先来说外观，在颜值上来看呢，那复旦生花 F1肯定是没得说，它肯定是最好看的、最漂亮的。毕竟它的外观是钢琴烤漆，外观上肯定是更漂亮一点。那 M56就比较有工业的风格，比较简洁，在外观上面没有任何的修饰。但是呢，在体积上面 M56是要更小一点的，复旦生花 F1在体积上确实要大一点点。在占用空间这一点上呢，爱仕逸的 M56是要更好一点的。那你的柜子里就可以放更多的东西。接下来我们来说功率，在功率方面呢，爱仕逸 M56是380瓦，复旦生花 F1呢是800瓦，整整是它的2倍还要多啊，秒杀般的存在。在这一点上，复旦生花 F1是完胜啊。复旦生花 F1它800瓦的功率是目前市面上功率最大的食物垃圾处理器啊。那这一点是它的一个优点。那咱们再来说一下噪音和震动。噪音和震动方面呢，在我上一个视频里我就有说到，复旦生花 F1这款处理器噪音和震动真的是非常的小，跟爱仕逸的 M56比有质的提升。我之前使用爱仕逸 M56的过程中呢，有的时候我不太敢敞开了用啊，就是用的时候得有所顾虑。有的时候你开动它的时候，确实是噪音和震动特别大啊，轰隆隆的那种声音。我在使用它的时候呢，我就担心左邻右舍的邻居们不要以为我们家在装修，动静真的是很大。我没有去隔壁听过，但是我站在现场，我就感觉是在搞电钻啊，类似于这样的声音。那个水槽有的时候也会有震动。我用了复旦生花 F1之后呢，我觉得它的噪音控制真的是非常的好。它有一点什么好呢？就是它有个盖子，盖上以后，它在里面是封闭式的运行，这样的话噪音会小很多。那我也好奇，就是不盖盖子的时候，它的噪音会不会也很大呢？我也试过很多次啊，就是把那个盖子取掉，让它来运转。就算不盖盖子，它运行的声音和震动也要比爱仕逸的 M56小很多。再也不用担心左邻右舍会听见，你可以敞开了用。噪音和震动这块，复旦生花 F1做的是非常的好。
爱仕翼的 M56呢，它噪音震动很大，那它毕竟是一个入门的产品，对不对？爱仕翼的高端产品有卖到6000多的，那我就不知道这个6000多的产品它的噪音是怎么样的。有用过的小伙伴可以在弹幕和评论里说一下啊。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研磨速度和研磨精度。刚才说了，一个是380瓦，一个是800瓦，那么它的功率悬殊这么大，它们的研磨速度上是不是会有质的区别呢？那在我使用下来，我发现并没有。我的感觉上，这2款食物垃圾处理器，它们处理垃圾的速度是一样的。虽然我没有去卡个秒表去计时，这个条件也不允许，但是在我的主观感觉上，这2款机器的处理速度是一样的。复旦生华 F1 它并没有因为多了几百瓦的功率就比爱仕翼 M56处理的更快。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多了几百瓦的功率，白白浪费了这么多电，处理速度还一样，那究竟是为什么呢？后来我发现原来是这个研磨精度。复旦生华 F1 研磨的精度非常的小，研磨过后的这个混合液体里面可以看见的颗粒物非常的小了，就肉眼看上去以后已经很小很小，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它是颗粒状的，你只能看到它磨碎的东西，类似于蔬菜汁、水果汁，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液体出来。而爱仕翼 M56呢，你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处理出来的液体里面有很多颗粒状的东西，而且这个颗粒还挺大的，肉眼可见。所以说它多出的几百瓦功率都用在了研磨精度上面啊。研磨的非常的细，那研磨的越细呢，对下水管网和污水处理站的压力就越小，对吧？垃圾处理器肯定是研磨的越细越好。咱们直接从研磨盘上就可以看出一点不同，这个爱仕翼的研磨盘里面的这个孔洞就很大。当时我拆下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啊，它里面的孔洞确实很大。那复旦生华 F1 呢，它里面的孔洞就很小。虽然呢，这个研磨机构有好几层啊，我们看到的只是它最上面的一级研磨结构，实际上出来的效果呢，确实也是复旦生华 F1 磨得更精细啊，磨得更碎。然后不同的呢，就是它们的开关方式啊。这个复旦生华 F1 呢是无线开关，不用打孔走线，非常的方便，我想把它贴在哪里就贴在哪里。爱仕翼 M56的开关呢是这个空气开关啊，需要你在这个台面上打孔啊。我当时是直接把孔打在了这个水槽上面，因为我实在是不想在我的大理石上打孔，所以孔就打在了这里。需要打孔就很不好，而且它需要连一根管线，安装起来比较复杂，然后结构上也比较复杂。那这2个开关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复旦生华的开关它是智能的，你只用手动开启，当它检测到它把所有的垃圾已经处理完了之后呢，它会自动的停机。所以说呢，它是一款智能的垃圾处理器。那么爱仕翼的这个空气开关呢就不行，就是需要你的手动开启和手动的关闭。那么这个爱仕翼的这个品牌呢，后来它全系也推出了无线开关。它这个无线开关是什么呢？我研究了一下啊，其实呢，它就是在插座的前端加了一个控制它通电和不通电的这么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呢，确实可以做到无线，跟这个也差不多造型，也是贴在那。那这种装置呢，确实可以做到无线让它开让它关，但是没有办法做到让它智能的停机，你还是得在这等着它研磨完，然后让它停机，就不能像这个复旦生华这样按完了之后走人，它自己停机。那它俩还有一个区别呢，就是在进水上的区别。复旦生华 F1 呢，它是自动进水，因为它底下专门接了有进水管，它会自动开启和关闭。爱仕翼呢就不同了，需要处理垃圾的时候呢，你需要开水啊。当你垃圾处理完了之后呢，你需要关闭。当你开启了机器，没有开水呢，那机器就会在里面干磨。干磨呢，对机器的损伤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的吧。所以呢，这个开关机和进水呢，是它俩最大的差别。这个复旦生华 F1 是要比它智能很多，好很多的。还有一个小细节呢，就是它们的盖子的区别啊，可以看一下这2款盖子。我觉得大家已经猜到了啊，这款是爱仕翼处理器的盖子，这款是复旦生华 F1 的盖子，这个就不用多介绍了，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盖子。当你盖上以后呢，它就是可以蓄水，取掉之后呢，这个水就下去了，它就是只是一个塞子的作用。复旦生华 F1 的这款盖子呢，它既是一个盖子，也是一个工具，可以把垃圾往里怼，它还是一个滤网，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缝隙，合起来呢，它就可以蓄水。对吧？水是下不去的。当你把它提起来啊，它那个缝隙打开了之后呢，它就可以当一个小的滤网。它是一个多功能的盖子，就是在这一点细节上呢，复旦生华 F1 就做得很好。
我介绍这么多，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复旦生化 F1这款垃圾处理器的一些小细节做得特别好。我刚才已经说了非常多的点了，那还有就是它的安装服务也非常的给力，工人师傅呢过来也非常的专业。当时我记得给我们家安装完了之后呢，还帮我把卫生打扫了一下啊，还有包括它的这个金属底座上的防脱设计，安装完了之后，师傅还专门的给我讲解了一下，各个方面吧做的都非常适合中国家庭使用。爱世一这个牌子呢，它是美国的品牌，那么复旦生花呢是咱们中国自己的品牌。我在使用完这2款产品，我就感觉还是咱们中国的企业更懂咱们中国的消费者一点，做出来的产品更适合咱们中国的家庭来使用。我之前使用爱世一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边研磨边往里塞，这样的话多多少少可能会不太安全，因为有的时候万一你丢进去的东西比较硬不好研磨，它会崩出来呀，或者飞溅出来呀，或者是你边搅边往里塞的时候呢，你的手对吧，或者是你的工具不小心触碰到里面的研磨盘会受伤呀。当我换成复旦生化 F1的时候呢，就是彻底改变了我这个使用习惯啊。那在我使用了这段时间的过程中呢，我也在思考复旦生化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安全。刚开始用的时候，我确实觉得可能没有爱世一 M56来的这么简单粗暴直接。在我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呢，它这个设计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你的垃圾先全部塞进去，然后盖上盖子，然后按开关走人。这样的话其实是节省了你的时间，你不用在那等着它处理完，因为它处理完会自动停机，你开了开关，你只用走人就行。这么操作背后还有2个优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安全，当你盖上盖子开机离开之后呢，它自己在那运行，对吧？就避免了你在边研磨边往里塞的时候发生危险。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噪音，它盖上盖子之后研磨的声音真的非常小非常小，这个我怎么形容呢？反正就是很小很小很小，类似于家里面有那种榨汁机吧，可能跟那个榨汁机的噪音就差不多啊。那么之前看我视频的朋友也在说了，就是往里塞的这个过程比较慢。在我这1个月的使用过程中呢，我发现了一个小技巧，可以非常的快，就是当你的垃圾特别多的时候啊，咱们可以把这个胶套拿出来。这样的话就特别的快，就可以迅速的把这些垃圾给怼进去。咱们稍微的用水一冲就非常的干净，然后再把这个胶套放回去，盖子一盖，然后咱们开关一按。好了，关于这2款垃圾处理器的使用感受，我就说到这里。希望我分享出的这个使用经验能帮助到大家。那说了这么多，大家觉得这2款垃圾处理器哪一款更好呢？或者说大家觉得1000块钱的差价值不值呢？大家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把您的观点分享出来。我之前发的食物垃圾处理器的视频呢，也收到了很多的留言私信。我发现有一部分人对食物垃圾处理器这种产品抱有一些偏见，或者说他们对这种产品是有一定的误解。我看到有些观众留言就说这东西不方便，还不如直接丢出去来得快那么我想问你，你是丢到哪里了呢？你是丢到了门外的楼道里，还是下楼丢到了垃圾箱里？如果你是下楼丢到了垃圾箱里，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绝对没有我快。我连门都不用出，楼都不用下，你怎么能比我快呢？对不对？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很多人讨论的堵下水道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再给大家来放一段视频。那么，如果越来越多的家庭安装了垃圾处理器，会不会造成污水管网的堵塞等情况呢？即使假如说全都用了，我觉得它也不会对我们的下水道系统和这个水处理系统造成太大的负荷的这个影响国内这个污水的有机质的含量还是比较低的，增加这样一些有机质进去之后这个它对于整体的这个污水处理的负荷，这个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它影响不会太这个明显。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每天产生生活垃圾大约为22000吨，其中30%，也就是约6600吨为厨余垃圾。这些如果进入市政污水管道，对北京市每日超过400万吨的污水处理能力来说，其所占比例较低。专家认为，这不会对污水处理管网造成威胁。
好了，视频看完了，我猜大家可能对这个所谓的专家有一定的误解吧。上一个视频我发了中央1台的一个节目，专家有对这方面来进行解释。那么刚才呢，我又给大家放了这个中央2台的一个节目，专家也是这么说的。咱们不管这个专家怎么说，既然咱们的央视都在很多节目中宣传这种产品，那你怎么能说它是一个不好的产品呢？关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观众的留言，他的比喻很好啊。如果说我们全中国所有的人都用上了食物垃圾处理器，下水道会怎么样？这个污水处理厂会怎么样？不如咱们换一个比喻的方式。如果说咱们全中国所有的人都用上了垃圾处理器，那么会给环境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全中国所有的人用上食物垃圾处理器，那么就意味着咱们全中国所有的垃圾都在分类，干湿分离。厨余垃圾是什么呢？就是有机物，所有的有机物、厨余垃圾全部经过垃圾处理器，全部排到了污水处理厂。那么这种有机物呢，是可以被污水处理厂完全的净化，并且再利用，变成肥料，或者给它完全的分解、降解掉。大家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垃圾分类是国家所倡导的一个行为。就在前不久，我们小区就新建了一个垃圾分类的垃圾房啊。所以说，咱们在看待一些问题的时候，不妨把这个格局放大一点，放高一点。这样咱们回过头再来看，使用食物垃圾处理器到底是对社会有危害呢，还是对社会有利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和弹幕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好了，说了这么多呢，以上就是我使用厨余垃圾处理器的经验和我对它的看法，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